大家知道台湾最可怕、最恐怖、最可能夺走性命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吗？这种生物可能令你难以想象，居然是比我们身体还要小的昆虫——虎头蜂。这种生物呢，它们为什么会造成人类毁灭性的伤害呢？它们又是怎么攻击人的？它们具有什么样的食性？在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类与虎头蜂共存的环境又有什么我们值得讨论的议题呢？在影片开始之前，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动物知识的频道。如果大家对于这些有趣的动物知识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晚上10点的最新影片哦。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介绍今天的虎头蜂吧。虎头蜂在科学上其实是属于一种属，虎头蜂属，有些人也会叫它们胡蜂属或者是黄蜂。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大颚，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昆虫，这让人类对它们都十分的敬畏。飞行速度相当的快哦，可以高达每小时40公里，算是移动速度非常快的一种昆虫哦。全世界根据资料的统计，大概有超过20种的虎头蜂，而在台湾就有7种。主要身体的特征在于头部的比例非常的高，而且它们也拥有力量非常大的大颚。而它们凶残的个性还会捕捉其他的昆虫来喂食它们的小孩。当然，最令人害怕的，对于许多动物来说，如果被虎头蜂真的叮到了，就非常有可能会致命。而且它们还会重复不断的攻击，并不会像一般的蜜蜂一样叮了一针就死亡。这更是让许多虎头蜂成群攻击的时候，完全让人无法招架。而虎头蜂的毒性相当的高，其中虎头蜂所分泌的蛋白质更会让很多人过敏，而这种过敏的反应就是非常有可能夺走人性命的。在台湾也有几种比较常见的虎头蜂，其中有一种叫做中华大虎头蜂，它主要是分布在海拔1000公尺到2000公尺的山区，而这也是目前在台湾观察到毒液量最让人害怕，而且同时也是体型最大的虎头蜂。许多养蜜蜂的蜂农也都会观察到，这种虎头蜂其实会攻击一般的蜜蜂，而且它们的特性是筑巢在地面，所以有非常大的几率会被其他生物给打扰到。而当它们吓到之后，开始倾巢而出，遭殃的就是千千万万的生物了。你以为这样够可怕了吗？其实台湾攻击力最高的还不是这种中华大虎头蜂哦，而是称作黑腹头蜂的大虎头蜂。这种黑腹头蜂是目前被认为全台湾最毒的大黄蜂，而且它们的剧毒更会让人水肿。主要特色是肚子是黑色的，它的个性上也非常的凶猛哦。分布于中低海拔的地区，而且更特别的是，它们筑巢的速度也相当的快，这可以让它们能够快速的繁殖。而且重点是，因为它们的个性太凶了，所以只要任何的家被任何的动物打扰，许多人也都会观察到这种生物可能就会杀红了眼的攻击。不只是人类相当的害怕这种昆虫，就连许多农作物的果实也都直接被这种虎头蜂钻进去，造成农业上相当大的损害。根据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林业试验所也表示，这几年来因为台湾较少受到台风的入侵，因此造成了虎头蜂的数量、规模日渐的扩张。尤其是到了虎头蜂的觅食季节，就特别的容易出现在山区，加上虎头蜂的毒性可能让很多人无法招架，还有可能会让人面临死亡的悲剧。尤其是在秋天来临的时候，上千上万只的虎头蜂都成为了许多喜欢在山上爬山的游客相当紧张的昆虫。虎头蜂的习性也很特别，主要是使用树皮的纤维来作为筑巢的材料，而且跟一般的蜜蜂不一样的是，它们会使用好几个层次不断的包覆这个巢穴，并且在最外面包覆一层非常具有保护力的外壳，来防止风吹日晒雨淋。而且它们也相当的聪明，会找一些比较不会被人碰到的地方来筑巢。不过有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游客会不小心碰到他们的家，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启动一项特殊的特性，叫做共同防御。他们会联合起来，用他们的蛰针一起联合的攻击。所以说，如果遇到虎头蜂的话，也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能离开就尽量赶快离开，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对于人类的危险性。但是虎头蜂这种生物这么可怕，难道就真的只能被贴上恶名昭彰的标签吗？
根据许多生态学者的研究，都认为其实这种虎头蜂主要在野外还是有它们的重要位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虎头蜂它会觅食小型的昆虫，这样子的特性也使得许多的害虫数量得到稳定的控制，包含了现在常见的蚜虫、蝗虫，还有其他的鳞翅目的幼虫，也都会因为有了虎头蜂的存在，而让它们的数量不至于毁灭性的扩张。根据环境资源中心的资料显示，2021年11月，在高雄山区就发生了24个人被虎头蜂攻击而送医的严重案件，而最常遇到的也都是攻击性最强的黑腹虎头蜂。如果我们在野外真的遇到虎头蜂，应该要怎么办呢？其实环境资源中心也给出了一些对策，因为虎头蜂这种生物，它们的特性呢是对于较深的颜色比较敏感。像我们的头发啦，还有黑色的衣服，也都会让虎头蜂觉得是威胁。所以说，它们常常因为黑色的吸引力而开始提高警戒之心。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远离虎头蜂的话，在山区走动的时候，尽量不要穿着浅色的衣服，并且记得戴上帽子，保护最重要的头部。而且千万要注意，不要快速的奔跑。因为专家也指出，奔跑时反而会带动附近的空气，让虎头蜂更容易看到你，而这也就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逃难行动了。现在其实也又到了虎头蜂出没的高峰时期，每年的8月到11月份都非常有可能发生了虎头蜂攻击人的案件。根据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指出，光是在桃园市，每一年平均就会收到6000至7000的清除蜂窝的案件。而且台湾常见的虎头蜂种类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台湾大虎头蜂，以及最常见到的黑腹虎头蜂。除此之外，也包含了拟大虎头蜂、黄腰虎头蜂、黄角虎头蜂、威氏虎头蜂等等。但是幸运的是，其实它们如果没有被干扰到的话，不太会主动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如果它们真的感受到环境受到了威胁，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如果大家不小心被蜜蜂叮到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不要用手挤压伤口，可以使用镊子或者是消毒过后的刀片将蛰针挑出，并且冰敷减缓肿胀的症状。如果有发现身体有任何的异状，也都应该要尽快的就医，避免真的发生了急性休克，就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遗憾了。今天的影片为各位介绍了这个季节非常容易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动物，也是台湾最危险的虎头蜂。虎头蜂的种类也非常的多，也有不同的样式，每个特性都不尽相同。不过共通点就是它们不会因为叮人而死亡，更会在受到侵扰的时候发动群体的无差别攻击。它们的毒性也是会夺走人类的性命的。如果我们要避免它们的攻击，也要避免使用味道太重的香水，时时刻刻在山林走动的时候，保持着最高的警戒之心，慎防无意间破坏了它们的巢穴，也防止我们自己受到不必要的波折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如果大家对于台湾重要的时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新频道阿成频道，跟我们一起走进台湾时空隧道。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如果有什么台湾的动物我还没有介绍到的，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晚安，拜拜。